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A 醇是不是用到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痒哈？是不是只要用 A 醇都会痒呢？那这个痒它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回事呢？哈，有朋友问我哈，是不是这个 A 醇，就是你一旦踏到这个河里之后呢，那你永远是痒的，就无论你耐受不耐受，你再使用它都是会痒的。答案当然是不是了，因为我这种人我是吃不了什么苦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天天让我的脸上那种痒痒刺刺的，我宁愿不用这个东西。我有时候脸上，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有一些产品成分是会打架的，和你的皮肤有一些状态是用某些成分会出现这种刺痒的这种状况。那你如果把这个成分撇去之后，这个刺痒状况就不会出现，它就是跟某一些成分会起一些反应，就你前期用的东西和后面用的东西，和前面皮肤的状态和后面用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为什么和什么状态下在用 A 醇时，我们皮肤会发生这种刺痒就刺刺痒痒不爽的这种状态呢？首先要是个体的这种差异性，有些人他就是敏感。他的皮肤就容易敏感，擦什么东西容易发红发痒，就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皮。那除此之外，这个敏感皮是什么哈？就有很多原因引起了身体状况的问题。那我这里面说的是大部分人群绝大部分你的敏感肌，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的这种过敏性，就没有这种过敏源，但是你会用什么东西也确实容易皮肤拿点红换个化妆品觉得这个又痒了哈，甚至有人涂个口红嘴巴都能肿起来哈。像这种人群，OK，这个过敏体质来讲，大部分是因为你的表皮太薄了，缺乏保护力度，缺乏对外面这个防御力。那这一帮人都容易就用完 A 醇之后呢，它的不耐受，咱们说不耐受也好或者说这种很刺刺痒痒的这种状况就会更严重。这帮人大部分是少数，那绝大多数的人在刚刚开始使用 A 醇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爽的这种状态，就皮肤比较不舒服的这种状态。但是随着慢慢的建立耐受之后，这个状态就不应该出现可千万不要说这个状态出现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无论你什么时候用它，这个东西都会陪伴着你一辈子。不是，姐妹们，不是。正常的状态是你会很快的耐受，这个东西擦在你脸上，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了。但并不是说再说一遍，并不是说没有刺激，就是你不折磨你了，不刺挠你了，你这个东西就不起效，对你不起效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的皮肤对这个成分它已经耐受了，它对这个环境你的外面这种环境营造的给皮肤这个环境已经完全耐受了，生存下来了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大家要分清这个状态不要这么硬是这么刺挠着，硬是这种天天刺痒的，还一直这么长时间的下去，这个皮肤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皮肤人群不同，皮肤敏感度不同。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产品的浓度，产品的浓度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我想在这个视频里面再次提醒各位姐妹们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同的。我觉得我每一个视频关于成分的视频我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这种应试这么培养出来的，谁不想考双百呀，对不对？但是在用 A 醇这件事情上，永远不要去追求高浓度，追求自己的功效，去跟自己比。比如说你只能用最低浓度的，稍微高一点的浓度你就会长时间的不爽，说明你这个皮肤一个是敏感，刚才第一点，那再一个也说明你的皮肤有可能比其他人他的吸纳的能力更强，就像小朋友一样的小宝宝他那个皮肤他的吸纳的力就更强，而且我们身上不同的区域，我们的脸上是比其他身上任何的皮肤的吸纳力是都要强的。所以这也是一点，所以你不要去像别人一样别人用到最高浓度了别人半年都用到最高浓度了，那我也要冲一冲我也不能落后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去比。我打个比方，就像中药一样的，就是我认为很愚昧的人，就是说这个人治好病了，吃的什么药，你照着他的药，我就照着他的药买，我也能治好病，这个就真的很愚昧，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吗？就没有必要去追求高浓度，这是浓度问题。
那么第3点就是频率问题。那这2个浓度和频率都涉及到一个如何建立耐受这个话题上。那这个话题我已经很早之前在我视频里面跟大家去聊过了。每一个人他的整个的状态，他生活的区域是潮湿还是干燥，他是不是爱运动，他晚上是不是运动完之后才去用这个东西，他晚上是不是洗了热水澡之后才去用这个东西，他的房间里面是不是装了加湿器，装了空调，都有可能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对于这个 A 醇的这样子的一个接纳度和 A 醇对我们皮肤的一个刺激。所以频率也至关的重要。你根据你自己的状况，我们要长期的漂亮，那么短期的吃点苦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为了漂亮吃一辈子这种刺挠的这种难受的这种苦，对吧？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状态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高浓度和每一天高频率的去使用。就比如说我自己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我每天都会使用这个他家罗汀我现在用他家罗汀，有时候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晚霜里面，或者这个就是保湿的这一步里面，我还会用一些比如说加有 A 醇成分的这样子的面霜，但是我也不是天天使用，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我就直接洗完脸，这个皮肤状态挺好的，我就给皮肤放个假，我就直接洗个脸，擦一个这种修复型的，比如 B5说雅漾的 AD 膏就擦一个就直接就睡觉了。就是你得给皮肤一些喘息和一些改变不要一成不变的。所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就可以避免这种刺痒痒的事情发生。第4点呢，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关注到，就是保湿。有人说这个东西需要干手干脸的去使用没有任何的护肤品是需要干手干脸的去使用的。为什么？这个概念它从哪儿来的？它并不是从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 A 醇的面霜里面来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现在使用的都是已经做得好，这些年这个 A 醇这个产品发展的真的特别的广都给你做得好的，搭配的好的了。所以说这个概念它并不是从这些搭配好的这些东西来的，它是从A 酸这个药物使用。就是药物使用干嘛？药物使用并不是护肤，药物使用是解决问题，它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在皮肤上看到解决问题的功效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建议你其他产品什么都不要用。为什么？不希望这个 A 酸跟其他的东西，你用了其他护肤品，因为每个人的护肤习惯不一样，他用了其他护肤品，他打架，他对你的皮肤产生更恶劣的刺激。所以一般医生会跟你讲，如果你长痘的话他知道你去使用这个 A 酸产品，就会告诉你，你洗完脸等水干了，啥也不要擦，直接上 A 酸，后面啥也不要擦，直接去睡觉。他要什么？他要 A 酸给你的这个功效性，它是治病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把它这个东西用成护肤，你可以看一下检查一下，任何的含有 A 酸也好，就是 A 酸你从医院开这个 tube， 就这个小管管也好，或者是你 A 醇的这个面霜也好，里面有没有水？因为它是稀释在液体或者稀释在油里面的，就是它并不是因为水这个事儿才让你更刺激，才让你更敏感，它并不是，而是说水这件事儿它能加快怎么样我们的表皮的吸收力度，会在你不耐受的时候呢，就会加强对你的皮肤的刺激。在干手干脸的状况下，它的刺激性会比有水的刺激性要小，但是并不是没有。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你想看到 A 酸的功效性，你把它当成一个功效性的成分去使用，你可以避免你的前面拍的水或者是精华你可以避免所有的这些其他不必要的产品跟它添到一块儿你们混合使用。但是用完之后，这就我刚才说的第4点，保湿非常的关键。这个保湿并不是说是必须的，而是你需不需要。它的这个 A 醇，你的皮肤仍旧是有一种饥渴感，那
就说明是不对的。那你后续就需要增加一个保湿类的产品，让你的皮肤减少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你的皮肤在干燥的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刺激的程度它就会更深，而且它吸收 A 酸的这个，因为它缺水啊，那你但凡放一个这种 A 醇的产品，它就使劲的这个抓水量就会更大。就是保湿非常的重要，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保湿，而是根据你自己的体感，你觉得干就一定要保湿，你觉得不干就无需保湿。但是保湿这个概念是可以减少这个 A 酸在我们皮肤上的这种刺刺痒痒的状态的。那么第4点就是避免阳光或者是防晒。为什么我说避免阳光不叫防晒呢？因为在用完 A 酸产品之后呢，我们的皮肤会处在一种炎症的状态，这个时候表皮有可能会剥落，表皮剥落之后，我们的皮肤的保护力度、防护力度会更弱，然后我们皮肤对外界的抵抗力会更差。那么避免阳光呢，就是在对外界的环境做一个离它远远的哈，就是惹不起我们躲得起。那同时呢，为什么我没说要用防晒呢？那避免阳光是第一个选择，第2个选择才是用防晒。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不好选择防晒，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体会？刚开始使用卫生产品、A 酸产品的姐妹们，大部分用防晒真的很痛苦啊，尤其是有一些姐妹们，她还不太会选择防晒产品。手边上有一些 A 醇产品，举个例子，那这个产品里面它就有 VC 跟甘醇酸的成分。那你用完这个产品之后，你用物理防晒加这个新的，你都会觉得刺挠。你用任何的化学防晒，你就不会觉得刺挠。但是如果你的皮肤特别的敏感，就这个时候哈，然后你再用 A 醇之后呢，用一些防晒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它对皮肤就会产生刺激。所以防晒一定要防，一定要避免。但是防晒霜哈，你可以关上窗在家都没有关系，在家里面不需要擦，一天8个小时坐在这个窗户边办公哈，这种姐妹我还是建议去擦了防晒。但是比起擦防晒，避免阳光，自己有意的避免阳光是最主要的。避免阳光就可以避免紫外线对皮肤造成更深层的伤害。第6点呢，就是时间性。如果你不能耐受，而且你尝试了我所说的方法，比如说别人每天都在用，你1个星期用1次。是如果你说我就硬拼到底，永远没有办法去耐受，这个时候你要干嘛？你要收手，你要不就停下来。那么有的人停下来之后呢，这个感觉当然了就没有了哈。但是有些人停下来之后，他的皮肤就很难愈合了，就是他本身这个皮肤创伤之后，他就很难去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一定要就医，姐妹们，如果你这个皮肤就是我停了啊，我停了1个星期了，脸还是在难受的话，啥也不要看，赶紧关上手机，关了视频，去看医生。我在视频里面都希望去让各种不同肤质、各种状态的姐妹们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成分和什么样的使用方式。我不会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我用的这个方式都可以达到让你满意的效果，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知识传达的重要性。你首先要了解的是知识，了解的是原理，最后才是选择产品和方法。那么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啊，你可不能就说，哎，这个东西没事儿，这个东西你不管你用多久都是这种感觉，你好像觉得是正常的状态，不正常。以上呢就是6种我认为会出现这种刺痒状态的原因。还有一种不得不说，就是有些姐妹们本身就有皮肤问题，比如说皮炎、湿疹、严重的痘痘和表皮溃烂问题，这时候都不适合用 A 醇，不要应用，不适合用。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天天这个脸上不爽、很刺挠的这种姐妹们哈，能够帮你们解决问题。按照以上这些方式先自检一下，赶紧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啊！那大家的支持也是我一直拍摄下去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